有同学说希望能够讲一讲 Patch Bay， 这个中文叫什么？绞盘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Patch Bay 呢，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小的设备，干什么用的呢？在你用硬件或者是接各种各样的设备的时候呢，难免有一天你会希望能够很灵活的去调整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压缩，有一个均衡，你压缩串均衡，然后再串一个什么东西。等你的设备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每一次它后边弄这个线的时候就很烦。那 Patch Bay 呢，就可以帮助你去很好的管理起这些设备，让它们特别容易的能够互相连接，互相改变顺序。虽然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能不用 Patch Bay， 或者是不用那么多硬件的话，可能会省些很多烦心事儿。但是呢 ，Patch Bay 在你扩充硬件或者是更多的硬件接入的时候，一定是需要的。所以我今天来给你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Alex。我们呢用 PPT 来讲，因为简单一些，毕竟我拿着这个小盒子，或者我给你看什么东西，这可能不太直观，所以我们来说一下 Patch Bay。这个 Patch Bay 大概有几种，第一种最常见的就是这种，我们管这叫 quarter inch， 就是1/4寸的这种插口，这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大3芯的线啊，就是那种接头。所以前面有2排，这个呢一共有48个，上面24个，下边24个。你可以想象每个口插过去背后还有2排口，然后呢你就可以在后边，一般说来在后边，有时候你看到 Patch Bay 的前面是没有插线的，后边都连着你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设备。那这是其中的叫1/4接口的这种，绝大多数都是平衡线，支持 TRS 的这种格式。还有一种呢是这种 TT 一般来说是用细的线，你可以看到前面这个插口更小一些。然后呢，它是一共有96，也就是比你刚才看的那款的要多1倍。但是呢，价格一般多个差不多4、5倍、5、6倍的样子，甚至有时候贵上10倍。然后呢，因为它有很多的口，它背后呢就不是那种小的细的线了，它背后全都是 D-sub 的格式，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你可以拿这样的线呢去连这个东西连到它屁股后边，然后呢这边8个呢去插到你的各个的设备上。有些如果你连调音台或者任何其他支持其他的 D-sub 的话，就是直接是 D-sub 加接 D-sub， 所以呢这个会给你用 EU 很少的空间连接更多的设备。很多时候你在一些比较的专业的录音棚，你看到的是这种的，用的线是那种细的线，非常的方便。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像 XLR 的那种线，有时候你经常能在舞台上看到那种，基本就是麦克插上去很方便的，可以接到后台，那些也是算是 Patch Bay 了。但是跟录音室里面的这种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 Patch Bay 呢还不太一样，那个更多的是为提供一些方便。所以讲到 Patch Bay 以后，我们要讲到它的连接的方式。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一排的口和下面这一排的口，一般来说呢，上面我们管它叫输出，下面叫输入。什么意思呢？假如说我现在这有一个设备1176，这个1176的输出呢，输出会出来，比如说接到这个口，输入呢会接到这个口。咱们现在就打个比方，如果我有一轨信号从这儿进去了以后，它会进到我的1176处理完了以后会输出到这儿。你可以把这个口接到任何其他的设备上，比如说你有另外一个设备 EQ， 这个 EQ 呢可能是输入是连到这个口上，输入输出是连到这个口上。那你只需要把上面这个点儿和下面这个点连起来，它们就只能连上去了。这个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画画拿鼠标画画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当它连在这个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它这个口前后是有关系的。首先我们要讲到一个叫 normal mode，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图，这是它的前边 front， 这是它的后边。normal 的模式呢，实际上你是有一个自动连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从后边进来的这个信号会直接被连到这个出去。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说的输出的信号会直接过来走到输入，你前面什么都不用连，你不用任何的前面的线去 patch。 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前面这个口插一根线的话，中间这个连接就会断了，它会从后边一直输出出去，前面这个就断了。如果你把前面的这个输入有一轨信号进来输入到后面，那上面这个也会断掉。所以呢，只要你前面插了一根线，它这个关系就破坏了。你上面输出上面，下边输出下边的，你当然完全可以把它用作上面走一条线，下边走一条线。如果你这个时候把这个口和这个口这么连起来的话，那就跟这个内部连接是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这叫 normal 的模式，很好理解。那下一种叫 half normal。half normal 有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如果你前面什么都不插的话，比如像这种情况下什么都不插的话，信号还是这么走。但是一旦你在前面输出，记住我们说的嘛，上面这排是输出的信号，一旦你这个地方输出一个信号，插上一根线，你可以把这个信号复制一份输出到别的地方去。特别经典的案例就是，比如说我这是一个前级线性信号输入过来，这边直接进了，比如说进了我的 AD 转换，那我可以复制一轨出去到我的混响，然后呢再到另外一个 AD 转换，这样的时候你可以听到
实时的混响的监听，或者是你可以同时，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发送一样，如果你混音的话，你应该知道发送是什么意思，就等于发送出的信号，而这个信号是不会有任何的损失的。但是如果一旦你下面这个口，就像看第三种模式，下面这个口输入插进了一根线，它就会破坏这个关系，这关系就不存在了。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下面不插线的话，上面插线的话，上面复制一轨信号；如果下面插线的话，下边就完全把这个关系破坏了。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前面板的话，上和下都插了线的话，就恢复成这样，这就跟 normal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 normal 和 half normal 最后都有一个叫 through， 还有一种模式就叫 through， 就是上面和下边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上面出去这边就得接着，下边进来后边就得接着。如果你看到我们之前看的第一个这个小的波档的话，包括像百灵达，我用的百灵达的那个 patch bay， 它是在这个位置上有小的波档，你就可以选择是 normal half normal 还是 through， 所以这就是它基本的原则。知道了这个以后呢，我给大家讲一些我自己 patch 的一些方式。基本上我有两个 patch bay patch 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用了两种不太一样的方式。首先第一个呢，我一共有24个输出和24个输入，那我的 Burrow 的 DA 我一共有16个输出，那就走1到16，然后我 Burrow 的输入，也就是能把我声音录到电脑里边的，一共有8个，那是在17和24。我平时有4组设备我是不愿意去动的，我就是希望能够 patch bay 前面不用插线，我直接可以放进去就可以用。那我的 Burrow 的9和10会直接输出信号给我的这个 SB Bass Comp， 这个名字比较怪啊，这是 Silver Bullet 和我的那个 Warm Audio 的那个 Bass Comp 压缩，他们两个本身就是串在一起的，因为这个 Bass Comp 在这个 SB 的 insert 里面，所以呢，它 Burrow 的 DA 9和10会发送信号到我的这两个设备里面，因为是立体声的嘛，所以你要占用2轨。然后这个9和10呢，相当于就是直接进到了 SB Bass Comp， 你可以想象在那个 patch bay 背后或者内部，这个信号就直接出去了。9和10输出到他们两个，然后呢，他们两个的输出信号连接到了17和18。记住我说的，上面输出，下边输入，仍然在这个小盒子里面的线内部是连接的，它就会连接到我的 Burrow AD 的1和2。虽然它写的17、18，但是这是1到8，也就是1和2。那同理，我的 DA 的11、12轨道输出到我的 DComp， 然后我的 DComp 的11和12，在这个地方它就会输出到19和20。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还是那句话，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 patch bay 内部的，因为我用的是 half normal， 所以它的信号会过去回到19、20，其他也一样。换句话说，就是我 patch 好了以后，我的 patch bay 前面不需要插任何线的时候，我可以随时调用这4组设备，随时放到我的混音的项目里面去。 Better Maker 的 compressor 在 PQ 之前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我们经常叫 hard patch， 就是你没有办法在他们两个之间插任何的东西，因为他们两个的顺序就是完全靠线连着的。但是呢，我基本上不动他们两个的关系，我基本上在他们两个之前或者他们两个之后放东西，所以呢这样 OK。 所以这是我上面的 patch 1。那下边 patch 2呢，就是一个笨办法或者比较常见的办法，就是上面是输出，下边输入，我也记得哪个是哪个，即使我记得我也经常需要回来看这个表，不然的话我老是差错。所以呢，我有 Kush Audio， 然后呢我的大核的均衡、7/4的均衡，这3个都是均衡，然后呢 Cream 压缩、69压缩，然后这也是一个均衡。76是声场控制， 7A 呢是一个单声道的，所以为什么它只占一个单声道的76的压缩，然后 Red 呢是我的单声道的 mic， 最后呢有一个百灵达的混响放在这儿。所以这时候如果我希望用 patch bay 里边的某一个设备，咱们举个例子，我希望能够在我的总线上用 New Mu曼利的那个 New Mu， 但是呢我希望在它之前能够放一个均衡，假如说我希望能够放一个 Kush Audio 的这个均衡，我应该怎么做呢？我要把 Burrow DA 的输出的13和14插上2根线，这个时候呢，这信号就会直接发送出去，发送到我的 Kush Audio 的左发左右发右。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是输入，它会输入到我的 Kush Audio 的这个 Clairphonic 里边。Clairphonic 里边呢，会从这个地方输出信号，这个信号呢再回到我 New Mu 的输入，然后呢 New Mu 的输入呢自动在我后面 patch bay 已经接好，就直接会输出到我的21、22，然后它就会默认在 patch bay 内部输出到我的AD 的5和6通道。这样呢，我就把这 Kush Audio 的 Clairphonic 放到了 New Mu 前边，然后呢，可以把它们两个都放到我的音轨里面，在我的软件里面就直接加载这个音轨就可以了。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在我的 BMC 和 PQ 之后，我希望能够加一个1976这个立体声声场的控制，那我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因为我希望把76放在它们后边，所以我要找到 BMC 和 PQ 的输出，那它们在这儿23、24连过来到我的76的输入，这有点交叉有点乱啊，大家可以稍微忍一下。到这儿1976的输入，然后这时候我把11和12再连回到我的23，
24，也就是进我的 AD 的7和8。这样的话，一个效果链路呢，就是 BMC 到 PQ 到1976到我的输入，所以基本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上面呢是我不怎么动的，我不用线就可以随时调用的。那下面呢是如果需要 patch 进去的话，我就 patch 进去。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用法了，这可能根据你的使用习惯。你比如你经常喜欢用一个链路，比如说76进 2A 进什么之类的话，你可以去把它们都互相串好 patch 好。当然我也见过那种特别干净的，就是上面出下面入，所有东西都是独立的，然后完全靠这个 patch cable， 所以怎么用都可以。那我们清一下，然后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录音，我用的是 ISA 的这个画放，放在这个地方。假如说你就是 ISA 画放，我的 mic 呢在这个地方，mic 输入进去 ，ISA 呢直接我就输入到，现在是输入到7，所以呢它就会打断 BMC、PQ 等等这个链路，它就换句话说就是你直接有一个信号输入到7，那我在我的 OBS 里面直接选择输入7，就是这个 mic 的声音。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如果比如说录音的话，你希望能够去用实时的混响，你可以想象这有一个 mic 输入到我的 RED 里面，这当然不是走 patch bay， 因为它还要48伏供电。这个 RED 的输出呢会直接连到76的输入。然后呢，76的输出在这个地方会直接输出到，假如说输出到 AD 的第一个通道，因为我的 AD 第一个通道以后，我可以用我的 Multiface 里边的 Total Mix 的这个控制台去控制它们的信息路由，它会已经被转成数字信号。这个时候呢，我可以用我的 AD 任何两个，咱们就随便拿5和6来说吧。这两个呢，我再把它输出出来一轨信号，输出到我的混响，然后混响的输出跑到我的 AD 的19、20，这时候我在里面把监听17、19、20都打开的时候，我就能听到我的录进去的声音的同时，我还可以听到混响的声音，实时的硬件的混响。那假如说你说我的画放进了压缩，我还希望能够进一个均衡，那可以，你可以就把它断掉，你用76的输出到，比如说咱们挑一个均衡，输出到 EQ2NV 的第一个通道， EQ2NV 的输出接到 E，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画放、压缩、均衡进去。所以希望没有给大家讲晕，这个 patch bay 用这种画图，尤其是我这么拙劣的画图的方式呢，还是不太容易能够很理解。但是呢，一旦你开始操作的时候，其实一切都很容易想明白。只是呢，你需要去保留一个，或者你除非你有特别好的脑子，我是没有，所以呢，你需要保留一个你 patch bay 这个图，不然的话，你看前面基本就忘了。有些人就直接在上面贴上去，然后写上哪个是哪个也可以。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patch bay。那我给你看的这个小的呢，就是一个很便携的一个方便的一个东西，它只支持 half normal， 它没有任何的调整。所以呢，有些的时候你外接设备的时候，如果太多外接设备的话，或者你有那种移动的外接设备的话，你可以拿它去用。当然了，买 patch bay 的一个问题在于，你肯定需要有更多的输入输出，然后呢，同时肯定需要有更多的线呢，其实多了以后也会很麻烦，而且很贵。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呢，能够告诉你 patch bay 是怎么工作的，它的不同的模式，以及呢怎么去用它。好吧，那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感谢大家支持，别忘了订阅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